大家好，秋天正是吃萝卜的季节。今天用萝卜给孩子们包了一大锅饺子，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，连我家爱挑食的孩子也抢着吃。一起来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绿萝卜，先给它去头去尾，洗干净之后，再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萝卜营养非常的丰富，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C， 尤其是钙含量极高，常吃增强体质，提高免疫力。所以说，秋冬季节我们要多给家人吃一些，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。全部擦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糖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腌上一会儿。加入食盐能腌出萝卜的水，加入白糖能去掉萝卜的辛辣味。包饺子萝卜尽量不要焯水，那样萝卜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鲜香了。搅匀之后，先腌着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小把木耳放入碗中。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加入1勺白醋，倒入适量的温水，用手抓拌至食盐化开。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加入白醋能软化木耳，能使木耳快速的泡发。这个时候我们的萝卜也腌好了，用手挤干萝卜里边的水分。挤好之后放在案板上，用刀切碎。尽量切的碎一点。切好之后放入盆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化好的猪油，猪油能更好的锁住萝卜的水分，防止下一步在腌制的过程中萝卜再次出水，这样吃起来也会更香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不大一会儿，我们的木耳也泡好了，给它清洗一下，我们要多给它清洗2遍。洗好之后用手挤一下里边的水分，然后放到案板上，先切成条，再给它切碎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根孩子们爱吃的火腿肠，先对半切开，再切成4瓣，最后切成火腿丁。切好之后和木耳碎放在一起。接下来碗中打入3个鸡蛋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散。起锅倒入食用油，油热之后倒入搅散的鸡蛋液，用铲子不停的翻炒，炒成鸡蛋碎儿。炒成像这样的鸡蛋碎儿，再将切好的木耳碎和火腿丁倒进来，翻炒一下。木耳和火腿被炒过之后，吃起来会更香，也能更好的激发出它们的营养。将木耳炒至断生就可以关火了，直接倒入萝卜馅里面，再加入1把提前切好的葱花。下面来调味，加入1勺食盐，1勺蚝油，少许的胡椒粉增香，加入1勺鸡汁提鲜，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味道真是太香了。像这样我们的馅料就调好了。这是我提前和好的面团，放到案板上不用揉，用刀切成小块，取一块直接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色。取一个剂色整理一下，按扁，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饺子皮。像这样一个边缘薄、中间厚的饺子皮就擀好了，上面放上刚调好的馅料，用自己喜欢的手法包起来。像这样一个大肚水饺就包好了，依次全部包完。锅中提前烧开水，下入包好的饺子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内发色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全部放好之后，用铲子沿着锅边轻轻的推动一下，防止粘连，大火煮开。煮开之后，打入1次凉水。这样煮出的饺子不容易破皮，
并且里边的馅料熟的也比较快。再次煮开之后，看它饺子全部浮起来，像这样胖嘟嘟的，就是熟透了，给它盛出来，放入盘中，美味继承。像这样一道美味的绿萝卜馅饺子就做好了，咬上一口，皮薄馅大，里边的馅料鲜香味美，口感非常的好，里面有肉，有鸡蛋，有蔬菜，还有菌类，营养特别的全面，老人和孩子吃都很好。盛上一碗饺子汤，边喝边吃，真的是太过瘾了，好吃又解馋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秋天要多吃白菜。今天用1颗大白菜加1把粉条，给家人做了1大锅包子。粉条不用泡，也不用煮，做法简单又快速。白菜口感鲜嫩不出水，不放肉比肉馅的还好吃。先来和面，盆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然后用18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水温35度左右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成大面絮状，下手给它揉成面团。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盖子，放在温暖的地方，发酵至2倍大。这是我刚从集市上买了1颗大白菜，才5毛钱一斤，还特别的新鲜。先把它的根部去掉，然后再把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这样好清洗。秋天的白菜不但便宜，吃起来口感鲜嫩，营养是非常的丰富。然后放入一个大盆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多倒一点清水，给它清洗一下。加入食盐能更好的去除白菜表面的农药残留和脏东西。洗干净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先对半切开，再把它摞起来，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。最后再给它切碎，白菜尽量不要剁，那样白菜很容易出水，营养也会流失。这样切白菜不用剁也非常的碎。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用油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先加油能锁住白菜的水分，在下一步腌制的过程中，白菜不会出水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准备1把红薯粉条，用手给它折得短一点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下面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比平时炒菜的油稍微多一点就可以。油热之后放入粉条，给它炸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用筷子给它翻个面，使粉条受热均匀，全部炸透就可以。给它盛出来，放入一个大碗中放凉。1把洗干的小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葱花我们可以多切一点，吃起来会更香。切好之后，先放入盘中备用。粉条晾凉之后，用一个擀面杖给它捣碎，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直接放入白菜碎里面，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粉条炸过之后，不但能吸收白菜里边多余的水分，还能增香，吃起来酥香，口感特别的好。搅匀之后，再加入切好的葱花，下面调香味，加入1勺食盐，1勺五香粉或者是13香，加入适量的蚝油提鲜，再加入1勺黄豆酱，酱香味浓郁，吃起来会更香。最后再加入1勺熟油，接着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像这样既简单又好吃的白菜粉丝馅料就调好了，先往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醒发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全是蜂窝状。把取出来的面团放在案板上，给它好好的揉一揉，排出里边的空气。揉好之后，
直接搓成长条，再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，取出一个面剂，给它整理一下，按扁，再用擀面杖给它擀成一个边缘薄、中间厚的包子皮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全部擀好之后，在包子皮的上面放上调好的馅料，多放点馅料，吃起来会更香。用自己平时习惯的手法包成包子。像这样一个包子生胚就包好了。全部包好之后，整齐的摆放在蒸锅里，中间留点空隙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放好之后，给它放在温水锅里，盖上盖子，先不要开火，给它醒上15分钟，这样蒸出的包子会更加渲染好吃。15分钟之后，我们的包子生胚体积明显增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是醒好了。再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计时蒸15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关火又焖上3分钟。好了，快速的打开盖子，哇，个个都透出了油，看着就好吃。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就是熟了。稍微的放凉给它取出来，放入盘中就可以给家人开吃了。一道简单又美味的白菜粉条酥包子就做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又白又松软，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。掰开看看，里面满满的馅料，闻着太香了。咬上一口，白菜鲜嫩又入味，粉条又酥又香，好吃不油腻，真的是太解馋了。白菜粉条包子学会这样调馅，白菜的营养一点也不流失，不放鸡蛋不放肉也非常的香，营养又美味。这样做出来的包子，食材家常又实惠，1块钱就可以包一大锅。关键家人都爱吃，做法还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专门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